近期，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动作频频，尤其是在其非法侵占中国藏南地区的问题上，连续释放错误信号。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在28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深圳卫视提问时强调，藏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也是半个月以来国防部发言人第二次重申相关立场。吴谦同时表示，中印之间有完善的涉边机制和沟通渠道，双方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对话协商妥处边界问题。27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戴国兰在北京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29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双方积极评价中印边境局势管控取得的进展，就下阶段工作思路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同意聚焦边境现地有关问题，早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推动边境局势转入常态化管控阶段。同意继续保持外交军事沟通渠道，完善谈判磋商机制，尽早举行新一轮军长级会谈。同意严格遵守双方达成的协议协定和有关共识精神，避免现地局势反复，继续巩固前期脱离接触成果，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就在同一天，正在马来西亚访问的印度外长苏杰生也就中印关系现状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表示，双方都同意就边界争端进行谈判，多项双边协议使两国关系保持稳定。在此基础上，中印关系在其他领域取得了进展。但苏杰生随后话锋一转，无端将中印关系当前困局归咎于中方2020年所谓破坏协议。但事实上，2020年6月，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是印军打破双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违背承诺，在加勒万河谷现地局势已经趋缓情况下，再次跨越实控线非法活动，蓄意发动挑衅攻击，甚至暴力攻击中方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进而引发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不仅如此，苏杰生还在本月23号访问新加坡时称，印中有必要先恢复边界稳定，两国关系才能向前发展。同时，他还顽固坚持了印方在藏南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妄称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的一部分。这也被视为印度总理莫迪本月初到藏南地区出席一条隧道揭幕仪式，引发两国交锋后，苏杰生首次对此作出回应。针对印度国防部早前宣称，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开通的色拉隧道能强化印军备战水平，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15号回应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并坚决反对印方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有关举动有悖于双方为缓和边境局势所做的努力，不利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我们要求印方停止采取任何导致边界问题复杂化的举动，切实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28号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吴谦再次重申了中方的立场。藏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哪来的什么阿鲁纳恰尔邦？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中国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山南市林芝市。1913年，英国殖民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在中国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贿赂、恐吓等一系列手段，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协议，将中印边境向中方一侧迁移了近100公里。这条英印政府单方面划定的未经中国政府承认的非法国境线，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而被非法划入英属印度的土地，就是我国藏南地区。1972年，印度单方面将该地区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50多年来，印度政府一直在藏南地区推行同化政策，在当地教授印度语和印度历史，大力传播印度教，打击藏传佛教，并鼓励印度人在藏南地区建立定居点，妄图制造藏南地区被印度吞并的既成事实。中印边界从未划定，分为东、中、西段和西京段。东段的藏南地区一直是中国领土。在印度非法侵占前，中国一直对藏南地区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这一基本事实不容否定。1987年，印度在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上设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中方当时就发表声明，坚决反对，
强调印方此举非法无效，中方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令人警惕的是，去年3月，美国参议院还通过所谓决议，妄称麦克马洪线为中国与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国际边界，并称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月20号，美国务院发言人再次表达了这一错误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事，与美方无关。众所周知，美方一贯不择手段挑动利用他国的争端，以服务其地缘政治私利。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8号也在回答深圳卫视驻京记者提问时，进一步驳斥了美方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无端介入。美方在挑动他国争端、实现一己私利方面，有着很差的历史记录，国际社会对此看得很清楚。中印之间有着完善的涉边机制和沟通渠道，双方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对话协商妥处边界问题。利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矛盾纠纷进行炒作，让别国充当其马前卒，是美国的惯用伎俩，以推进其印太战略，好坐收渔翁之利。在这一点上，近期在南海问题上频繁发起挑衅的菲律宾表现得异常明显。本月中旬，美国务卿布林肯在访菲期间无端指责中方南海行动，重申美对菲防务承诺。当地时间27号，美防长奥斯汀又再次重申对菲律宾的所谓支持，并对中国妄加批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予以坚决驳斥。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不应介入中菲两国之间的问题。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动摇不了中方维护本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国防部吴谦同日也表示，在中菲南海问题上，我们多次表明了严正立场，那就是反对外部介入，反对侵权挑衅，主张妥处分歧，同时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一切准备，坚决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方倚仗外部势力撑腰，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频繁在海上侵权挑衅，制造事端，并散布虚假信息，误导国际社会认知，可以说是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不会任飞胡来，对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击。菲方应该认识到，挑衅滋事是得不偿失的，倚靠外人是根本靠不住的。吴谦表示，中方在解决南海问题上有着充足的战略定力，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同有关方面妥善管控海上分歧，同时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终将走向平静，这是不可阻挡的时代大势。